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月的阳光透过百叶窗，斜斜地照在赵文博的桌案上。他正计算着裁掉保洁阿姨能省下的那3000块钱。杨翠花安静地坐在对面，手里拿着一份合同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。赵老板，这栋楼您租了5年了吧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问今天的天气。赵文博点点头，心里还在想着成本控制的事情。那您知道这栋楼的房东是谁吗？杨翠花把合同轻轻推向桌子中央。当房产证上那3个字映入眼帘时，赵文博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先把100万租金结了。杨翠花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围裙。这句话在办公室里回荡，像是一记响雷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2024年3月15日，雨。赵文博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稀稀拉拉的行人，雨水打在玻璃上，模糊了外面的世界，就像他现在的心情一样混沌不清。博远数字营销公司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钉在墙上，在阴天里显得有些暗淡。这家公司是他5年前一手创办的，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现在的50多人，他曾经为此骄傲不已。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，王大海推门而入，手里抱着厚厚一摞财务报表。他的脸色很难看，眉头拧得像个结。老板，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王大海把报表放在桌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上个月又有2个大客户解约了。赵文博转过身，在真皮椅子上坐下，椅子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这个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。他拿起报表，数字在眼前跳跃，每一个都像是在提醒他公司的窘境。现金流还能撑多久？赵文博的声音有些沙哑。如果不采取措施，最多3个月。王大海的回答简洁而残酷。这时，陈小薇也走了进来，她的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声响，每一步都透着职场女性特有的干练。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脸上的表情严肃而专业。人事成本占总支出的68%，这是最大的开销。陈小薇直接开门见山，我们必须裁员。会议室里的空气突然变得凝重起来。3个人围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旁，桌上散落着各种报表和文件，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，每一秒都在提醒他们时间的紧迫。赵文博点燃一支烟，烟雾在空中缓缓升腾。他很久没有在办公室抽烟了，但今天的压力让他顾不了那么多。名单呢？他吐出一口烟圈。陈小薇打开文件夹，里面是一张打印的整整齐齐的表格，上面列着10几个名字，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详细的信息。赵文博的目光在名单上扫过，最后停在了最后一行。杨翠花3个字用宋体印着，旁边写着保洁员，52岁，工作年限10年，连保洁阿姨也要裁。赵文博皱了皱眉，杨阿姨年纪大了，工作效率确实不如年轻人。陈小薇解释道，现在很多公司都把保洁外包给专业公司，成本更低，效果更好。王大海在计算器上按了几下，1个月能省3000块，1年就是3万6，而且他的社保和公积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陈小薇补充道。赵文博深深吸了一口烟，杨翠花的形象在他脑海中浮现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，总是默默地做着清洁工作，话不多，
但很勤快。10年来，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公司，晚上8点才离开，从未请过1天假。给他多补偿1个月工资吧。赵文博最终说道，毕竟是10年的老员工了。第2天上午，阳光明媚，杨翠花正在12楼的走廊里拖地。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，头发用发圈束成简单的马尾，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。拖把在瓷砖上来回滑动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她的动作很有节奏，就像是在跳一支无声的舞蹈。每拖完一块地，她都会停下来检查，确保没有遗漏的角落。这个习惯她保持了10年，从未改变。陈小薇出现在走廊的尽头，她今天穿着一套米色的套装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，引起了杨翠花的注意。杨阿姨，您忙完了吗？陈小薇的声音很温和，我有事想和您聊聊。杨翠花停下手中的活，把拖把靠在墙边。她的手很粗糙，上面有很多细小的伤痕，那是长年累月清洁工作留下的痕迹。两人走到走廊尽头的休息区，这里放着几把椅子和一张小茶几，是员工临时休息的地方。阳光从窗户洒进来，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杨阿姨，公司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。陈小薇坐下后，语气变得正式起来。我们不得不做一些调整。杨翠花也坐了下来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她的眼神很平静，就像是已经预料到了这个消息。是要裁员吧？杨翠花的声音很轻。陈小薇点了点头，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文件。按照劳动法规定，我们会给您足额的补偿。赵总特别交代，额外多给您1个月的工资。杨翠花接过文件，仔细看了看。她戴着一副老花镜，镜片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。看完后，她把文件整齐地放在茶几上。小陈，我知道公司不容易。杨翠花摘下眼镜，用衣袖擦了擦镜片。做生意有起有落，我理解。陈小薇有些意外，她原以为杨翠花会很难过，甚至可能会哭。毕竟，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，重新找工作并不容易。不过按照规定，我需要1个月后才能正式离职。杨翠花把眼镜重新戴上。这段时间我会把工作交接好，不会给公司添麻烦。杨阿姨，您真的不生气吗？陈小薇忍不住问道。杨翠花笑了笑，那笑容很淡，但很真诚。生什么气呢？人生就是这样，起起落落的。她停顿了一下，目光看向窗外。不过有件事要提醒赵老板，公司的一些账目最好算清楚。什么账目？陈小薇问。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一些日常的开支。杨翠花站起身，拿起拖把，我继续干活了。陈小薇看着杨翠花的背影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这个朴实的中年妇女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气质，那是一种见过世面的从容。当天下午，赵文博坐在办公室里，心情比早上好了很多。他给王大海发了一条微信，搞定了。保洁阿姨很配合，1年省下3万多，还是很划算的。王大海很快回复，那就好，现在每1分钱都很重要。赵文博把手机放在桌上，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裁员总是让人心情沉重，但看到杨翠花的配合态度，他心里的负担减轻了不少。窗外的夕阳西下，橘红色的光线透过百叶窗洒在办公室里。赵文博开始规划下一步的削减计划，心里计算着每一项可能的节省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杨翠花照常工作，
他依旧是早上7点到公司，晚上8点离开，没有人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任何异样。他就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工作。第3天上午，王大海从财务室出来时，看到杨翠花正在走廊里擦窗户。她踩在一个小梯子上，手里拿着抹布，动作很仔细，每一块玻璃都被她擦得纤尘不染。杨阿姨，小心点，王大海提醒道。杨翠花回过头，冲他笑了笑。王总，我想问您一件事，您说公司这几年的租金都按时交了吧？杨翠花的问题很突然，王大海愣了一下，这个问题确实有些奇怪。保洁员为什么会关心公司的租金问题？当然交了，我们从来没有拖欠过。王大海回答道，每个月25万，一分不少。那就好。杨翠花点点头，继续擦玻璃。王大海站在那里看了一会，总觉得这个对话有些不寻常。一个保洁员为什么会关心租金问题？他想了想，决定去问问赵文博。老板，杨阿姨刚才问我咱们的租金交的怎么样。王大海走进赵文博的办公室，赵文博正在看一份合同。听到这话抬起头，他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挺奇怪的。王大海坐在办公桌对面，一个保洁员为什么会关心这种事？赵文博想了想，没有太在意，可能是担心公司倒闭，他找不到工作吧。都50多岁的人了，再找工作确实不容易。也是，王大海点点头。两人继续讨论其他的工作事务，关于杨翠花的话题很快就被抛在了脑后。第5天的下午，杨翠花在清理会议室时，无意中听到了陈小薇和另一个同事的对话。听说这栋楼的房东很神秘，从来没见过真人。那个同事说，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那种商业地产公司呢。陈小薇回应道，不是的，房东是个人，但所有事务都通过中介公司处理。据说5年前赵总租这里的时候，连房东的面都没见过。杨翠花停下手中的动作，静静地听着，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。那房东挺有意思的，这么大的物业居然不露面。陈小薇笑道，可能是个很低调的人吧。杨翠花继续她的清洁工作，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，但她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什么。又过了2天，距离杨翠花离职还有1周时间。这天上午，她主动找到了王大海。财务室里只有王大海一个人，他正在电脑前处理账目。听到敲门声，他抬起头看到了杨翠花。王总，不好意思打扰您。杨翠花站在门口，没事，杨阿姨，您请进。王大海放下鼠标，杨翠花走进财务室，关上了门。这个举动让王大海有些疑惑。保洁员找财务有什么私密的事情需要关门谈？王总，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。杨翠花在椅子上坐下，这些年的物业费都交齐了吗？王大海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杨阿姨，您最近怎么老是关心这些财务问题？没什么，就是好奇。杨翠花的回答很轻松，我在这里工作10年了，对这栋楼有感情。王大海想了想，觉得这个解释倒也合理。物业费啊，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。按照租赁合同，这部分费用应该由租客承担，但房东那边一直没有催收。大概多少钱？杨翠花问。算下来差不多80万左右。王大海说，不过既然房东不催，我们也就没主动交。杨翠花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她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
杨阿姨，您问这些是为了什么？王大海忍不住问道。没什么特别的原因。杨翠花在门口停下，就是觉得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说完，她打开门走了出去，留下王大海一个人在财务室里思考他这句话的含义。3月28日，星期四，这是杨翠花在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。上午，她按照往常的节奏清洁着办公区域，每一个角落都被她仔细地打扫过，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告别仪式。同事们陆续知道了她要离职的消息，很多人都过来和她道别。10年的相处，大家对这个勤劳朴实的阿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杨阿姨，以后有空常来看看我们。陈小薇握着她的手说。一定会的，杨翠花笑着回应。下午3点，杨翠花把清洁用具整理好，放在储物间里。她换下工作服，穿上自己的衣服，一件深灰色的毛衣，一条黑色的长裤，看起来朴素而整洁。她拿着一个不大的手提包，里面装着一些个人物品和一个文件袋。文件袋看起来有些厚，但她拿得很轻松。下午5点，办公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大家都在准备下班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轻松的气氛。杨翠花走到赵文博办公室门前，轻轻敲了敲门，请进。里面传来赵文博的声音。杨翠花推门而入，赵文博正在看一份文件，听到脚步声抬起头，看到是杨翠花，他放下手中的文件，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。翠花姐，今天是您最后一天上班了吧？赵文博站起身，10年的老员工，真是舍不得啊。杨翠花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把手提包放在腿上，她看起来很平静，没有即将离职的人常有的不舍或者紧张。赵老板，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聊聊。杨翠花的声音很轻，但带着一种特殊的质感。您说，什么事情？赵文博重新坐回椅子上，杨翠花从手提包里拿出那个文件袋，放在办公桌上。文件袋是牛皮纸的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边角已经有些磨损，是关于租金的事情。杨翠花说。赵文博有些疑惑，租金？您是说公司的租金吗？对。杨翠花点头。这栋楼您租了5年了吧？是的，从2019年开始。赵文博回答，心里开始觉得这个对话有些不寻常。杨翠花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文件，那是一份房产证的复印件。她把文件推到赵文博面前。那您知道这栋楼的房东是谁吗？赵文博拿起文件，目光落在房产证上。当他看到所有权人一栏时，整个人愣住了。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3个字：杨翠花。赵文博的瞳孔瞬间放大，手中的房产证微微颤抖。他反复看了3遍那3个字，每一遍都希望自己看错了。但现实却残酷地提醒着他，这就是事实。房产证上的钢印清晰可见，发证日期是2009年，那正是这栋楼刚刚建成的时候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赵文博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。杨翠花看着他的反应，眼中闪过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笑意。他在椅子上坐得更端正了一些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那个姿势透着一种天然的威严。15年前，我用打工攒的钱和一些拆迁补偿买下了这栋楼。杨翠花的声音依旧很平静，就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。当时这里还是老城区，楼价不高。他的目光越过赵文博，看向窗外。那时候这一片还很荒凉，
周围都是低矮的平房。我每天从工地下班后，都会来这里看看工程进度。赵文博感觉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努力想要理解眼前的情况，但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。这个每天默默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，这个他从未放在眼里的保洁员，竟然是这栋价值数千万大楼的主人。办公室里的空调嗡嗡作响，但赵文博却感觉浑身发冷，他的衬衫领口开始感觉紧绷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您是这栋楼的房东？他声音里带着不敢置信，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慢，仿佛这样就能改变什么。是的。杨翠花从文件袋里又拿出几份文件，动作从容不迫。这是购房合同，这是土地使用证，这是近年来的内税记录。他把文件一一摊开在桌面上，每一份都整理得井井有条。购房合同上的印章依然清晰，土地使用证上的红色印记在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。赵文博一份份地看过去，每一份文件都确凿无疑地证明着杨翠花的身份。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那些数字和印章在他眼前跳跃着，每一个都像是在嘲笑他的无知和傲慢。墙上的时钟依然在走着，秒针每跳动一下，都像是在提醒他时间的流逝。办公室外面传来同事们下班时的说笑声，但这些声音现在听起来都那么遥远。那您为什么要来当保洁员？赵文博艰难地问出这个问题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困惑。杨翠花重新把文件收拢，动作很轻，但每一下都像是在敲击着赵文博的心脏。他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神中有一种看透一切的平静。5年前，我通过中介公司了解到有人要租这栋楼。杨翠花整理了一下文件，手指在文件袋边缘轻抚着。我想看看租客是什么样的人，就应聘了保洁工作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重新看向窗外，外面的夕阳正在西沉，橘红色的光线透过百叶窗洒在地面上，形成一道道光影。本来只打算做几个月，了解一下情况，没想到一做就是10年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淡淡的感慨，仿佛在回味着什么往事。赵文博感觉自己的世界在瞬间崩塌。这个他认为可以随意裁掉的保洁阿姨，这个在他眼中毫无价值的底层员工，竟然是他每个月要支付25万租金的房东。这种反差让他感到头晕目眩，仿佛整个办公室都在旋转。他想起这10年来的种种细节，杨翠花总是最早到公司，最晚离开。她从不抱怨工作的辛苦，也从不要求加薪。逢年过节，她总是默默地把办公室装饰得温馨舒适。现在想来，这一切都有了新的含义。这些年，每个月25万租金，1年300万，5年就是1500万。杨翠花继续说道，声音里透着一种商人特有的精确。我觉得您人不错，所以从来没有涨过价。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赵文博的心上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精明的商人，实际上却是在一个更精明的人面前表演。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墙上的时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，但对赵文博来说，时间似乎停止了。他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，能感受到血液在血管中急速流淌。杨总，赵文博结结巴巴地说，这个称呼在他嘴里显得那么陌生和别扭。杨翠花听到这个称呼，
嘴角微微上扬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坐姿，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让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都变了。赵老板，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，如果要解除租赁关系，需要提前3个月书面通知。杨翠花的声音变得正式起来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。既然你要裁掉我，那我觉得咱们的房东租客关系也需要重新考虑了。赵文博的脸色彻底变了，从苍白变成了青灰色。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大脑开始飞速运转，计算如果要搬离这里的成本，重新找办公场所需要时间，装修需要几个月，搬迁会影响业务，客户关系可能受损，这些费用和损失加起来至少要几百万。另外，这些年拖欠的物业管理费，按照合同应该由租客承担。杨翠花从文件袋里拿出另一份文件，那是一份详细的费用清单，大概有80万左右。他把清单推到赵文博面前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笔费用：电梯维护费、消防检测费、绿化养护费、安保费用，每一项都有详细的日期和金额。还有，考虑到现在的市场行情，从下个月开始，租金需要调整到每月35万。这句话像是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。赵文博感觉天旋地转，刚才还在为省下的3000块钱沾沾自喜，现在却要面对可能失去办公场所和巨额费用的现实。杨总，您看这事能不能？赵文博的声音里带着恳求，那种高高在上的老板姿态荡然无存。杨翠花站起身，收拾好文件，放回文件袋。她的动作依然那么从容，就像10年来每天收拾清洁用具一样熟练。明天我会让律师过来和您详细谈一谈具体的安排。她走到门口，那个步伐很稳，没有一丝急躁。她回过头看着面如土色的赵文博，眼神中既有对往昔岁月的不舍，也有对未来的坚定。对了，记得把这个月的工资结给我，3000块钱。这句话说得很轻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到赵文博的耳中。3000块钱，刚才他还觉得这是一笔可以节省的开支，现在却成了他最后的体面。说完，他推开门走了出去。门关上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响亮，那声音在赵文博听来就像是一座大山轰然倒塌。赵文博瘫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桌上散落的文件，那些文件在夕阳的照射下泛着金光，每一份都见证着他的无知和短视。他想起自己刚才还在计算省下的成本，现在却要面对可能的巨额损失。这时，王大海推门进来，看到赵文博的样子，吃了一惊：“老板，您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”赵文博苦笑着摇摇头，指了指桌上的文件：“你看看这些。”王大海拿起房产证看了一眼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震惊，最后变成了不敢置信。杨阿姨是房东？是的。赵文博的声音很沙哑，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大病。我们刚才裁掉的保洁阿姨，就是我们每个月要交25万租金的房东。王大海感觉自己的大脑不够用了，他努力消化着这个信息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想起刚才杨翠花问他租金的事情，现在一切都有了答案。现在怎么办？王大海问，声音里透着深深的担忧。赵文博看着窗外，夕阳西下，天色渐暗，远处的霓虹灯开始闪烁，城市又开始了它夜晚的喧嚣。
他想起杨翠花最后说的那句话的含义，想起他10年来的默默坚守。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赵文博自嘲地笑了笑，那笑声里满含着苦涩。为了省3000块钱，可能要损失几百万。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，两个人都在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，都在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。外面的天色越来越暗，办公楼里的灯光一盏盏亮起，但赵文博的办公室里却显得格外昏暗。第二天一早，杨翠花没有再来公司，她换回了自己的衣服，骑着那辆伴随她10年的电动车，慢慢地驶离了这栋她拥有的大楼。那辆电动车看起来依然那么普通，就像它的主人一样朴实无华。但现在赵文博知道了，在这份朴实的外表下，隐藏着怎样的智慧和实力。赵文博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楼下那个熟悉的身影渐渐远去，晨光透过玻璃洒在他的脸上，但他却感觉不到任何温暖。他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他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很多决定了。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办公室里，照亮了桌上那些文件，但赵文博却感觉不到任何温暖。他想起杨翠花这10年来每天默默工作的身影，想起她从不抱怨的态度，想起她昨天离开时的从容，想起她最后那句先把100万租金结了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保洁阿姨，用她的方式给所有人上了一课：人不可貌相，做人不能忘本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